当巴黎圣日耳曼夺得欧冠冠军的那个夜晚，很多人第一时间记住的是杜埃，是邓贝莱。在足球的世界里，进球的人往往最容易被记住，名字出现在比分牌上，镜头会反复回放，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但那场欧冠决赛，当比分最终定格在5-0，当所有人都在讨论进攻火力的时候，还有一个人让巴黎保持了领风。他站在门前，他的名字叫多纳鲁马。那一晚，对手没有攻破球门，他几次关键扑救让比赛始终没有出现任何悬念。他的稳定发挥是巴黎完成冠军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门将这个位置在今天的足球世界早已悄然发生变化。能扑球已经不再是评判门将的唯一标准。出球能力、参与组织，在高位压迫下完成第一脚传递，这些要求正在重新定义这个位置。多纳鲁马显然走的不是出球型门将的路线，他所依赖的是门线反应，是1对1的判断，是纯粹的扑救能力。也正是这种传统的门线技术，让他成为当今足坛身价最高的门将之一。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多纳鲁马出生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但有趣的是，他从小并不是那不勒斯的球迷，而是 AC 米兰的忠实支持者。他的名字里有詹路易吉，在意大利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在意大利的足球世界里，他近乎天然地指向一个位置——门将。在多纳鲁马之前，这个名字属于意大利传奇门将詹路易吉·布冯。当多纳鲁马的父母为他取下这个名字时，或许也曾在心里设想过某种未来，希望有一天他也能像布冯一样，站在国家队门前，守住属于自己的时代。这个名字既是一种祝福，也像是一种无声的期待。当许多孩子第一次接触足球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都是前锋的形象。他们会想着自己是罗纳尔多，是罗纳尔迪尼奥，是 C 罗或者梅西，幻想着自己在锋线上突破进球。几乎所有踢球的少年都曾做过前锋的梦，但多纳鲁马却从一开始不这么想。从他接触足球第一天起，他就更希望站在门前，去阻止前锋的每一次射门，去守住那些本该属于对手的进球。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拥有明显的先天身高优势。从小开始，他就比同龄人高出1个头。无论是5人制比赛还是7人制比赛，当他张开双臂站在门前时，球门看上去仿佛被缩小了。进入那不勒斯当地社区的青训后，他的扑救动作、站位选择、落地保护等细节开始得到系统性的训练和明显的提升。门将所需的基本功一项一项的被打磨出来。他适应能力很强，很快就跟上了训练节奏。在同龄孩子当中，他逐渐成为最出色的那名门将。2013年，他最喜欢的俱乐部 AC 米兰球探注意到了他，米兰迅速做出决定，以25万欧元的费用将他签下，把他带到了米兰的青训体系。这笔签约本质上就是一次针对未来的投资，俱乐部看中的是多纳鲁马身上的巨大潜力。在米兰青训训练2年后，也就是多纳鲁马16岁的时候，他身高已经长到了1.96米。对于门将而言，这样的身高本身就是一种天赋。16岁是意甲规定可以登场的比赛最低年龄，但现实中很少有这么年轻的球员能在顶级联赛获得出场机会。而在门将这个位置上，这种情况更为罕见。大多数门将往往要等到25岁左右才可能真正得到稳定的机会，但多纳鲁马却很快等来了属于自己的时刻。2015年10月 ，AC 米兰正处于重建的阶段。球队在联赛中的成绩起伏不定，积分长期处在中下游。主教练米哈伊洛维奇在联赛第9轮做出调整，将年仅16岁的多纳鲁马放进了首发名单。那场比赛对手是萨索诺，最终 AC 米兰2-1取胜。比赛中，多纳鲁马完成了多次关键扑救，有效地化解了对手的射门威胁。对于他来说，这是一场相当出色的首秀，他也因此成为意甲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发门将之一。从这场比赛开始，他逐渐获得了更多来自教练组的信任。在剩下的半个赛季里，他已经成为球队的常规首发门将。为了避免被其他俱乐部挖走 ，AC 米兰很快为他提供了一份为期3年的职业合同。
而多纳鲁马也在这里一步一步成长为新一代意大利门神。拿到新合同1年后，多纳鲁马开始对 AC 米兰为他提供的年薪感到不太满意，他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等到2018年合同到期之后离开球队。他很清楚自己的价值，也同样清楚有不少球队已经在关注他，对他产生了兴趣。当这一消息被媒体披露时，在米兰主场的看台上开始出现针对他的嘘声，争议也从俱乐部的内部走向了公众的层面。但数周之后，局势发生了改变，多纳鲁马最终同意与 AC 米兰完成续约，年薪得到大幅提升。不过，这次续约也附带了一个条件，他的哥哥安东尼奥·多纳鲁马被一统签下，作为球队的替补门将。合同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但多纳鲁马与球迷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钱多多这个外号也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流传。随后的2个赛季，他继续作为主力门将征战意甲联赛和更项的杯赛，扑救次数保持在稳定的区间，零封场次也维持在合理的范围。整体表现并没有因为场外的风波而出现明显的下滑。然而，关于他忠诚度的讨论却始终没有停止。时间来到2021年。多纳鲁马的合同再次接近到期，这一次他态度非常明确，没有再与 AC 米兰续约，他选择离开，转而加盟巴黎圣日耳曼。这次转会彻底激怒了部分米兰球迷。在 U21 欧洲杯期间，有球迷向场内抛洒印有多纳鲁马名字的假钞，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多纳鲁马背叛培养自己俱乐部的不满情绪。21-22赛季，多纳鲁马正式成为巴黎圣日耳曼的一员。但他来到之前，巴黎已经拥有一名履历极为耀眼的门将纳瓦斯，这是一位曾经3次夺得欧冠冠军的门将。这也意味着，如果多纳鲁马想要成为首发门将，就必在训练中、在比赛里全面超过纳瓦斯。赛季刚开始时，两人采取轮换的方式为球队交替出场，这同样是教练组为了稳定更衣室的氛围所做出的选择。在多场比赛中，多纳鲁马保持相当稳定的发挥，零封对手场次逐渐增多，再加上他获得了2021年的亚星奖，也就是年度最佳门将的奖项，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他逐渐取代纳瓦斯，成为巴黎的主力门将。然而，转折点出现在2022年3月欧冠淘汰赛对阵皇家马德里。比赛中，他在禁区内处理球时遭到本泽马的高位逼抢，随后出现出球失误，被对手抓住机会破门得分。场上的局势迅速发生了改变，巴黎最终被皇马淘汰出局。这次出球失误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围绕出球型门将和门线型门将的讨论也开始持续的发酵。多纳鲁马的门线技术毋庸置疑，他依然是当今足坛最出色的门将之一。但出球能力并不是他的强项，而这一点也为他后来逐渐远离巴黎埋下了伏笔。时间来到24-25赛季，这一年巴黎圣日耳曼全队状态都非常出色，无论是前场、中场还是后防线，都云集着当今足坛最顶级水准的球员。巴黎也深入闯进了欧冠淘汰赛，在16场对阵利物浦比赛中，双方都在各自主场取得进球，2回合战罢，总比分1-1，比赛也被拖进了点球大战。在点球大战中，多纳鲁马发挥极其出色，他连续扑出对手的点球，最终帮助巴黎完成晋级。半决赛面对阿森纳，多纳鲁马在禁区内多次完成近距离扑救，先后化解了单刀球和折射球的威胁。他用稳定的表现帮助球队战胜阿森纳，成功闯入了决赛。决赛对手则是国际米兰。比赛开始前，外界普遍认为这会是一场精彩的进攻大战，双方都具备强大的进攻能力，人们预期场上会出现多个进球，但真正的比赛却呈现出一边倒的走势。国际米兰始终没有攻破多纳鲁马把守的大门，他守住了整场比赛的零封，最终巴黎以5-0战胜国际米兰，夺得俱乐部历史上首座欧冠奖杯。对多纳鲁马而言，24-25赛季无疑是他在巴黎的一个完美赛季。然而赛季结束后，新的分歧开始出现。主教练恩里克希望球队未来的门将是一名出球型门将，他倾向于对门将位置进行调整，甚至考虑出售多纳鲁马。但当时多纳鲁马身价已经非常的高，很多球队并不愿意为一名门将支付如此高昂的转会费。最终，曼城选择完成了这笔交易，签下了多纳鲁马。有趣的是，在此之前，瓜迪奥拉名下主力门将是埃德森，而埃德森正是一名典型的出球型门将。瓜迪奥拉战术体系一直强调门将必须具备出色传球与出球能力。但这一次，曼城却选择出售埃德森，转而引进以门线技术见长的多纳鲁马。
或许这意味着瓜迪奥拉已经找到围绕多纳鲁马构建全新战术方案的可能。如今他在曼城稳坐主力的位置，在多场比赛中他都交出了出色的表现。作为一名门将，他的职业生涯依然很长，他或许会成为意大利的下一个布冯，也许在某种意义上他现在已经是了。意大利的球迷依然期待着他的未来。以上就是多纳鲁马的人物故事。如果视频让你更加的了解他，请点赞分享。这里是节目，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